自然的节奏把握得很好，后面的音乐心里自己配吧。这里就烧得很旺了，感觉都出现了火焰翅膀，应该会烧得很彻底，卖废品也会省很多的时间。零自燃的极客汽车在停车场自燃，火光冲天，不知道有没有去扣标的。吃瓜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了，现在知道要站得远远的，以防爆炸。这个北汽的猪鼻子新能源汽车应该是一个网约车，这下辛苦跑了几个月，怕是要打水漂了。这司机太不负责任了，怎么能在隧道门口就自燃了呢？应该控制好地方，这样警察老弟才好帮忙处理呀。现在好了，一大群人等着他烧光，这荒山野岭的。消防车及时赶到了，估计也不用灭火。个人建议不要来得好，烧着自己就灭了。这个自燃的位置就选得很好，在应急车道，也让路过的司机看看新能源车的自燃到底好不好看。对此，拖车还是有经验的，站这么远，崩出的火星也不至于把自己给烧了。从车屁股真看不出是哪个品牌的，暂时就认作比亚迪吧。一般不会错，这应该烧到了40%，马上到100%了，加油！这应该是个新手消防员，怎么能往轮胎上滋呢？太不专业了，又不是做标记。有一说一啊，这个山寨的刀锋轮毂蛮好看的，只是这3味真火用普通的水估计灭不了，请菩萨吧。这不是蓝图梦想家吗？这红绿灯照出绿色的仙气，看来街头自然应该是你的梦想吧。这么大一辆车应该会烧蛮久的。你的3脚架呢？扣3分，罚200块。一车自燃，2家遭殃。他脾气还蛮大的，爆炸声吓坏了吃瓜群众。个人观察，这个白色的福特还有抢救的可能。这个中秋节，有人要边吃月饼边哭了。这是在上海的街头，一辆新能源车自燃，从起火到消防赶到灭火，短短的几分钟时间，直接就变成了骨架。有网友就建议，这些新能源车企应该给消防部门补贴，毕竟有了新能源之后，这工作量直接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如果是底下车库自燃，还有可能因为自燃车辆太多增加工作量。这就另外一个问题了，到底怎么出钱？有的车企出的越多，是不是说明他家的车就烧得多呢？那传出去就不好听了，影响销量。有网友猜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才导致现在一直没有车企来补贴消防队。同时，新能源车自燃的3味真火，也可能对消防人员心里产生挫败感，因为滋了半天灭不掉，或者灭掉了又烧起来了。建议增加心理辅导。跟你们讲，买电车还得买特斯拉，这才是正经玩意儿。接着这个车翻新轮毂去啊，给你们看一下悬挂，啊，双叉臂悬挂。而且人家这个上支臂看没着，塑料的，很吗？人这个强度你肯定不用怀疑，那绝对够用。看这大羊角，这羊角都全铝的，还有人家刹车，人家刹车不雷博的，人不雷博刹车，人家标志都得藏在里边。只要是国产车，这不雷博那老大字儿必须得贴在这儿，必须得让别人看见。来看一下这个后悬挂啊。看完这5连杆，这羊角也是铝的，这还有个大托盘，你这车能不稳吗？是不是？买车还得买这玩意儿，这正经玩意儿啊！不信咱再看看这台，看完这，这也是不雷博的，但是你一看这个标，你就知道啥车了。人那个特斯拉那玩意儿必须得给你藏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特斯拉好东西它也不宣传，你就像它那个音响，马丁的音响都不比什么哈曼呐还有柏林呐差，人从来不宣传。国产车的宣传就很奇葩了，这个是奇瑞的捷途在做防水测试，把车放进一个大的鱼缸当中，证明自己的电池安全，即便泡在水中也不会进水，即使进水了也不会短路自燃。但是从这个放入水缸的姿势就感觉非常的别扭，还是先看下沃尔沃是怎么测的。这是一款沃尔沃的纯电车，将车直接没入水底，
1.7米整车浸没，整车没入后小鱼仔仔还在游，说明密封性非常好，丝毫不漏电。浸泡之后依然能够安全的驶出。再看国产奇瑞的，也是先放水，当你以为要放满的时候，它停了。看这个位置，轮胎都没有没过。他还请来个美女放小鱼仔仔，这鱼的颜色选的对了，活蹦乱跳的。然后就是紧张刺激的水泡1个小时，仔细看就这个水位，如果泡1个小时就坏了，或者是起火了，那真是见了鬼了。这水位还没有我朋友去足浴店泡脚的水位高。在场的人此时最应该担心的是，自己在这1个小时里面会不会憋不住，笑出了声。就这样的水位来测试电池的安全性，简直是在侮辱别人，把人当二傻子搞。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给轮胎泡脚呢。当然，细节还是很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就感觉淹得很深了？这个拍摄人员真的用心。还有这个吊车的牌照，是不是在嘲讽车主，搞个250的尾数来？封闭场所完全可以遮住的，是不是内部人员的隐晦提醒？说到这里，我才发现这个位置好像是我老家附近，真的太离谱了。当然拿到水里测试是可以测很多东西，昨天极客就发布了一个宣传片，直接把车开到了水里。大家可以猜猜是测什么东西，绝对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功能。首先肯定不是防水。你们说现在的奔驰宝马怎么打的华为问界 M9， 我还先不说，不是一般领先在华为支架，就连一个很小的细节，充电口的延长线它都帮你做好了。你看现在这样子插完充电器之后，这个水杯槽还可以正常的开合，这又是细节，这又是领先呢，这就是人性化呀。所以说不出半年的时间，我预测华为问界 M9 就可以占据中国的豪华汽车市场的领先地位。说错了吧？什么叫做占据中国豪华汽车领先地位啊？那是占据全球豪华汽车领先地位才对，遥遥领先可不是白说的。就你那充电器延长线，是多少豪华品牌这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的技术啊！而且华为配苹果充电头是我没有想到的，怎么可以配苹果充电头呢？你就不怕那些所谓的爱国人士来骂你吗？还有你的水杯槽还可以正常打开，这个确实很高端，别的车压根就不知道啥是水杯槽，什么奔驰、宝马、奥迪，在这些车主眼里应该是连给问界 M9 提鞋都不配了。之前还有人去小鹏汽车试驾，结果销售把问界一顿喷，非常的搞笑。我看 G9，你们这个小鹏 G9 的这个支架比起那个问界的怎么样？各有千秋。那你讲你的优势在哪儿？我的优势啊，其实小鹏最大的优势啊，就是我们是自己全站自研的，就是说，华为就是问界嘛，问界现在叫赛力斯。其实怎么说呢？赛力斯它是一个品牌嘛，它不是一个车机智能系统，它是依靠华为的这个系统来给它这个支撑，对吧？你像华为好几个 G， 然后小鹏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全站自研。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扶摇架构是我们自己研发，然后自己这个升级的。就打个比方嘛，就是说不用开源，就是说，因为这个车，你可以看，您如果看了华为之后，您知道它那是加钱购买的，给你开通的。小鹏是根据你的版本来给你进行车辆适配的，就是说不用后期加钱了。而且后期升级的话也是无感升级，也是无图升级，也是这种就是说免费的一个升级。就是我的城区自驾什么，只要我的自驾就是免费。只要你是这个版本能达到，就是免费。就是然后城区什么升级什么全部免费。对，全部免费。但是也是用激光雷达嘛。对，用激光雷达，而且我们就是说刚才说区别嘛，它不是全站自研嘛，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后续不受制于人。就打个比方，之前的斑马系统您知道吗？就是以前车机系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斑马系统嘛，各大车机都在用，比如说上汽啊，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叫观致啊，他们这些厂用那个斑马系统。一旦给斑马停交系统之后，停交费用之后，厂家停交费用之后，然后用户是深受其害的。为什么呢？斑马直接后台给你关闭了，就是一块大屏，啥也用不了。对吧？这是小鹏牛逼的地方，它是全站自研，这都是我自己的，都是我自己的研发，我自己的，然后设计是我自己的。小米主要是会做营销，小鹏是理工男，都这么说。对。营销跟不上，这东西没有办法这不是咱们一个四 S 店、一个经销商或者授权商所能决定的事儿，这是肯定是厂家是以面破点，不是能是以点破面对吧？你说买华为这帮人们，我们也做过调研，华为这帮人们是自己说服自己了，他是冲着华为去的，对吧？
就这俩字嘛，爱国嘛，啊，自己对不对？自己了。然后理想成功是什么？理想成功在北方就是增城，对吧？很简单，对吧？各有优势嘛。自己说服自己。对呀、你别乐，对吧？你去了之后，你可以看，去那边看，那个好多客户去了之后，华为东西就是好，什么手机华为的，孩子手表华为的，家里什么华为的，什么小白什么，全都是华为的，车华为都错不了，就说吧，这车多少钱？看看合适啊，够了。其实华为的价格，它的问界便宜吗？也不便宜。它是高端嘛。其实高端能高到哪儿去呢？对吧？来了。那咱们试驾一下。肯定要试一下。试一下，然后稍等一下，您那个5点半下班，到时候请你吃饭。你安排吃啊？可以啊。那个店里面不安排吗？店里面现在是没有食堂。中午呢？中午有没有管不管饭？中午自费，没事，客户来之后我们自己掏钱请客户吃饭。你们现在这个销售这么卷吗？因为小朋友是朋友的一个文化啊，不论你买不买车，只要进店，咱们就是朋友。朋友之间吃个饭算啥，对吧？好，说得好。买华为问界的车主是自己说服自己，而且小鹏汽车还自己做了调研，这就相当的炸裂了。说起爱国还哈哈大笑，估计这个销售的饭碗不保了。有很多网友表示，这才是现在车企销售的真实现状，竞争非常大，非常的卷，而且车企之间互相的掐架。也可以说从上到下的互相忽悠。那小鹏汽车的智驾不是从特斯拉偷的吗？还被人特斯拉告了，就这样还说自己的全部自研的。不过也是啊，自研的标准从小米雷军开始，门槛就几乎没有了。车企互相掐架造谣能到什么程度呢？看看8月底的蔚来，有消息突然在网上流传，蔚来汽车即将破产倒闭。同一个时间，蔚来表示已经报警，然后速度很快，到9月5日，蔚来法务部表示涉嫌造谣的相关当事人就被抓了。这种速度前所未有啊！那么到底蔚来汽车会倒闭吗？现在还有很多车评人推荐买蔚来汽车，这些人真的是非大蠢就是大坏。如果你年薪1亿以下，我建议你碰都不要碰，先回顾历史。大家是否记得威马汽车？它当时每年负债增加几十亿，还在拼命砸广告，然后1年多以后就是23年突然破产重组。1年多前，因看了铺天盖地宣传而头脑发热，买了车的车主，车当零件卖都卖不出去，不卖呢，车企破产后车机都经常用不了，天天受折磨。那威马的负债是多少呢？多少年下来？一共200亿左右。那我现在告诉你，有一个车企每年负债增加200亿，其股价断崖式下跌，2年掉4%以上，完全被资本市场所抛弃。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一个工薪家庭，还要买他的车以身试险，这和21年的威马何其相似，就是即使负债天量，完全无法在资本市场融到钱，也要全网推广多么可怕。记住，资本市场赚到钱的是能预测未来的人，被资本市场抛弃的车企，历史上没有一个几年后没破产的。你们再不相信，可以去看看这种品牌的 4S 店，是不是旁边停了很多特斯拉？这些车是哪来的？还没懂吗？他的员工推荐你们买他的车，自己很多都买特斯拉。钱是你的，如果20万不是你的日薪，甚至你的年薪都没有20万，你还在以身犯险，我只能说祝你好运，好良言难劝你。如此同时，这几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于买车的朋友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现在所有车评人都保持了沉默。中汽协数据显示，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9.2万辆和245.3万辆。朋友们注意这两组数字，生产为249.2万辆，销售了245.3万辆。就是说，依然存在供大于求，依然存在库存。既然存在供大于求，既然存在库存，那么会对汽车价格走势造成什么影响？可以先想一下。接着看，环比增长9%和8.5%，环比增长9%。这个数据指的是8月份比7月份产量增加了9%，也就是说，汽车的总产量不但没有减少，还在增加。关键问题来了，是不是朋友们经常听到有测评人说，奔驰、宝马一些车企都在缩减产能，汽车的价格已经见底了？但是根据中汽协的数据显示，整体的汽车产能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9%，不但增加了9%，而且又出现了新的库存。我们继续往后看，
同比分别下降3.2%和5%。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和去年同期8月份相比，销量下降了5%，产能下降了3.2%，也就是说仍然是供大于求。关键问题就在于去年8月份是没有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是没有二手车置换补贴的，是没有地方财政补贴的。现在购买新车单车补贴接近2万块钱，补贴力度之大，补贴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但是依然出现了库存，但是同比销量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汽车还有涨价的可能吗？如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下去，汽车还会不会进一步降价？这也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全网的车评人都保持了沉默。为什么全网的车评人都告诉朋友们，汽车的价格已经见底了，很多汽车厂家都已经在缩减产能了，因为这些人在宣传的时候拿了厂家的推广费用。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一个狗没有独立生存能力，怎么可能指望它说真话？以后的车价只会越来越便宜，现在还没有到底，不要被忽悠。堂吉万物，哎，这词儿起得好哎，堂吉万物啊，也是一些特产，吃的喝的什么都有。这个泡馍，凉冰面，这是哇，长安18味，进去看。哎，老师，你是没事吧？哎，没事，我拿着。它有个台阶，小啊，那有一个台阶。你好，见你们家就扣头发，差点摔，把门牙摔掉了。几位？哎，你好。